小芳，吃点东西，你妈走了，你再饿坏了身子怎么成？李叔，我爸去城里打工好几年都没信儿，现在我妈也走了，我是不是没家了？好孩子，别怕，还有你舅舅和姨呢。他大舅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咱家2个男娃，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，哪还有多余的粮食再养个半大小子啊？我不是不想管，这可是我亲外甥，实在是家里没米下锅呀。大哥大嫂，我也难啊。小峰他爸7、8年没音讯，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这年头，家家户户连肚子都填不饱，多张嘴是要人命的呀。这孩子是王家沟的种，你们当舅舅当姨的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饿死，是不是？李书记，您说的轻巧，半大小子吃穷老子，我们家2个娃天天喊饿，我拿什么喂他？是啊，书记，真不是我们心狠。我听说他妈烟起钱还留了半袋子土豆，这孩子命苦，跟着我们也是受罪。那这样，先轮流管饭，1家1个月，等度过这青黄不接的日子再说。这是村委的意见，你们要是不管，以后村里分救济粮，你们也别眼红。明天带上你妈留的那半袋土豆，先跟我走，别在这儿赖着了。妈，我会少吃点的，我想你了。你2个表弟饿得嗷嗷叫，这土豆倒出来一半，我就算开，算你交的生活费。大舅妈，这是我妈留给我做种的。做种？人都快饿死了，还做种？别怪舅妈狠心，这个家不养吃白食的。去，把院子扫了。慢点吃，没人抢。你手里那个看着比我的面，给我。妈，小峰他打我！你个白眼狼，吃我们家的住我们家的，还敢欺负弟弟！明天开始你就在这柴房里待着，别进主屋。外面吃去，别站门口，大过年的挡财气。妈，我要吃那块最大的油炸。铜的，能换半斤棒子面的。那是我妈留给我的。争谁呢？家里连盐都买不起了，这玩意儿能当饭吃，归我了。你一个男娃用不着这个。明天你2姨来接你，我们家是真的养不起你了。哼！妈，我不怕饿，可是我没有家了。嫂子，我们家也是揭不开锅，我带她去镇上看看，哪怕给人家当个放牛的干儿子，
也算给他找条活路。拿走拿走，那破土豆还当宝贝儿呢，赶紧的。小峰，别怪二姨狠心，你跟着我们也是挨饿，到了镇上，有愿意收留你的，你手脚勤快点儿，只要人家能给口饱饭吃，比啥都强。谁家缺干活的男娃？7岁能吃苦，不用给钱，只要管口饭吃，谁能养活谁领走。这年头，半大小子吃穷老子，谁家有多余的粮食啊？这娃瘦的皮包骨头，怕是养不活哟。小子，我家也不富裕，但只要有我一口吃的，就饿不着你。你愿不愿意跟我走？跟你走。冻坏了吧？先泡泡脚，暖和暖和。小子，有大名吗？我叫赵志毅。志毅，好名字，有志气，够坚毅。不过我看你跑跑跳跳，轻飘飘的，以后我在家就叫你小峰吧，像风一样。我是镇上学校的体育老师。1个月工资就200块钱，平时捡点纸壳补贴补。跟着我吃不了大鱼大肉，但管饱。小峰，你多吃点，还在长身体。老马叔，你吃，我吃面就行。大人的事儿小孩少管，我不爱吃蛋，一股腥味儿。你赶紧吃，长身体呢。啊，小峰，这都是你弄的？干得好！来，试试。我看你这脚冻的全是口子，今天发了工资，给你买了双鞋。我不要新鞋，老马叔，你自己的鞋都破成那样了。我这脚定型了，破鞋穿着舒服。你这脚还得长呢，你就不许光脚了。穿上，以后不许光脚了。抓小偷，他抢了我的包！站住！没听我话呗！
别动！太感谢了，这点钱你们拿去买点吃的。大妹子，把钱收回去，见义勇为，应该的。好小子，你可真是块宝啊！老马叔，我想上学，我也想认字儿。上，砸锅卖铁，老叔也供你上。不仅要上文化课，从明天开始，老叔亲自训练你。训练我？你小子长了飞毛腿，老叔就是拼了这条老命，天天去捡废纸壳，也要把你这双腿送出这座大山，送上大城市的赛道。明天早上5点，跟着老叔出操，怕不怕苦？不怕。老马，你一个月工资就200块，平时还得靠捡废纸壳补贴。这半大小子要是练体育，饭量大如牛，你可得想清楚了。我想清楚了，这小子是个练长跑的奇才，我不能让他在山里埋没了。砸锅卖铁我也供他。大名定了吗？他原本姓赵，大名就叫赵志毅吧，有志气，够坚毅。不过我看他跑起来像风，以后大伙儿就叫他小风。学费的事儿，我跟村里和学校去跑，尽量减免。但长身体的营养费得靠你自己了。行，大不了我晚上再去夜市找个洗碗的活儿。后旅跟上，呼吸调整，呼呼快！怎么，这就跑不动了？就这点出息，你还想跑出大山？老马叔，我能行。啊！自己爬起来。赛道上摔倒了，没人会去扶你。疼吧？白天老叔那么凶你，恨不恨老叔？不恨，我知道老马叔是为了我好，为了让我跑得更快。行，好小子，吃饭。来，快吃。老马叔，你怎么不吃肉？老叔年纪大了，肠胃消化不了这油腻东西。我最讨厌吃肉，你赶紧吃，长肌肉。这节课我给大家读一篇满分作文，是赵志毅同学写的《那双鞋》。我的老马叔有一双破运动鞋，那双鞋原本是白色的，现在已经变成了灰色。老板，您看我这东西都是好东西，您就再加点吧。鞋底磨平了，鞋帮开胶了，上面缝着密密麻麻的粗线。这双鞋白天要走10几里路去捡烟花纸壳，清晨又要踩着泥泞的土路拉着我一起奔跑。他把新买的服布鞋穿在了我的脚上，自己却踩着那双破鞋，想把我送出这座大山。我以后一定要跑得很快，快到能给他买很多很多双新鞋。
在刚结束的县运动会上，我们学校的赵志毅同学打破了县里保持10年的5000米长跑纪录，荣获第1名。同时，他也是咱们县建县以来第一个获得国家2级运动健士称号的初中生。现在我们给赵志毅同学颁发奖牌。老马叔，第1名！好小子，好小子！听说了没？老马收养的那个小峰，拿了全县长跑第1，听说还得了个啥2级运动员的证。人家镇上说了，有了这证，以后考大学能加分，毕业了国家直接分配铁饭碗呢。哎呦，我就说这小子有出息，他可是咱们老王家的血脉呀！不行，他端了铁饭碗还能不认亲舅妈？我得提点东西去镇上看看他，让他搬回来住，这锅咱们家必须沾。哎呦，小峰啊，大概妈来看你了。听说你拿了全县第1，还是什么2级运动员。镇上的人都说有了这证，以后考大学能加分，毕业了国家直接分配铁饭碗呢。你大舅让你搬回家住，家里条件怎么也比跟着个收破烂的强啊。我妈刚走的时候，我要的不是铁饭碗，只是一口活命的土豆。但您把我的土豆拿走了。那会儿不是家里穷吗？揭不开锅。老马叔也穷，但他把家里唯一的一碗红烧肉给了我。我姓赵，不姓王，这辈子我只有一个家，就是这儿。您请回吧。老马叔，练体育太费钱了，你每天晚上去夜市洗碗，白天还要去捡纸壳。胡思乱想什么？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心无旁骛的跑你的步，钱的事儿，大人的肩膀扛得住。爸，以后你就是我亲爸，等我跑出去了，我给您养老。哎，好儿子，爸就是砸碎了这把老骨头也供你。提速，最后的冲刺呢？没吃饭吗？再慢，到了省里的赛场上，别人可不会等你，给我冲！小峰啊，你三姑父这个月又让人带了30块钱来，专门交代了给你买肉吃的。谢谢奶奶，谢谢姑姑，谢谢大伯。同学们，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好消息，我们班的赵志毅同学在上周的市级青年田径锦标赛上，不仅拿下了5000米冠军，而且凭借国家2级运动员的资格和拔尖的文化课成绩，他正式获得了省体校的特招资格，学费全免。赵志毅，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成功经验吧。我没有经验，我只是有一个好老爸，他每个月工资只有200块，但他为了让我补充蛋白质，自己常年戒口不爱吃肉，为了跟上我的速度，他骑坏了2辆旧自行车，他的鞋底永远是破的，但我的跑鞋永远是合脚的。我的冠军是用他的血汗浇灌出来的，我只能往前跑，绝不能停下。嫂子，听说了吗？小峰被省体校特招了，学费全免，以后出来绝对是大干部，说不定还能进国家队呢。哎呦，我就说这小子是个文曲星，武曲星下凡，这可是咱们老王家的根儿啊！现在说老王家的根儿了，当初把人赶走，把活命的土豆抢走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？你懂个屁！血浓于水，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。他一个没成年的娃娃，还能记一辈子仇。走，去买2斤好肉，咱们去镇上老马家。他要是真进了省城，以后指头缝里露一点儿，够咱们2家吃半辈子的。哎呦，小峰啊，大舅妈来看你了，听说你被省体校特招了，真给咱们老王家长脸。看你练得一身汗，舅妈给你买了块肉，补补身子。以前家里穷，舅妈也是没办法，你别记仇。大舅妈，我7岁那年饿得连路都走不动，是老爸每天早上拿绳子把我拴在腰上，硬生生拽着我跑出来的。他1个月工资200块，为了给我补营养，天天晚上去夜市捡废纸壳。您这块肉
还是拿回去给表弟吃吧。我姓赵，我爸姓马。赵宇，救命啊！小兄弟，你救了我女儿的命，等于救了我们吴家全家。你说你逞什么能？马老师，我是小雨的爸爸，我们在镇上打听了一圈才找到这儿。听说小峰被省体校特招了，以后去市里训练开销大，这点钱您务必收下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吴老板，钱拿回去。这小子是练体育的，身体壮实，看见人落水跳下去救，那是本能。我们要是因为这个拿了你的钱，这小子以后在赛道上心气儿就矮了半截。马老师，您是高人，钱我不给了。但是小峰去市里上学，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。我在市郊有个废旧的建材大仓库，一直空着。你们要是不嫌弃，去那里住，场地大，也方便他训练。好地方啊！这直线距离50米冲刺都够了，就算下雨下雪，小峰在室内也能练体能。马老师，只要你们愿意，这仓库随便你们怎么折腾，水电我都叫人接通了。吴老板，大恩不言谢，这地方我们租，按月给您算租金，先欠着，等小峰跑出名堂了，连本带利还您。行，听您的。空旷的仓库，温暖的夕阳，还有唾手可得的训练场地。这一刻，我对未来的训练生活充满了无限期待。嫂子，你听说了吗？老马带着小峰搬到市里去了。听说市里的大老板直接送了他们一个大厂房。大厂房那得值多少钱呀？你看看人家小峰去市里享福了，咱可是他亲舅妈，凭啥咱们在村里吃土？你少大外主意，人家救了人换来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没关系？小峰他是个没爹没妈的孤儿，他现在吃上肉了，怎么也得给亲表弟喝口汤吧。走，明天妈带你去市里，那厂房那么大，怎么也得腾个房间让你也去市里上学，以后让他那个有钱的老板顺便也供供你。爸，外面好像有动静。孩子，家里人呢？怎么大半夜睡在外面？没了，我是捡垃圾一路走到这儿的，我什么活都能干。行了，别怕，到了这儿，只要有我老马一口粥喝，就饿不着你。以后跟着你峰哥一起跑步。跟上，不要低头，往前看。哎呦，小峰啊，舅妈带你表弟来看你了。妈，这什么破地方啊，一股子汗臭味儿，跟难民营一样。小峰啊，你看这地方这么大，你表弟在村里学坏了，以后就让他住这儿。你那个老板朋友那么有钱，顺便给你表弟也安排个市里的学校呗。大舅妈，这上面挂着牌子叫梦想之家，收留的是无家可归、吃不起饭的苦命孩子。他有爹有妈，吃得白白胖胖，还挑三拣四，这里没有他的位置，请你们出去。没良心的小白眼狼，
你身上流着王家的血，帮自家亲戚怎么了？这些外面捡来的小叫花吧都能住，我儿子凭什么不能住？把盆捡起来，给他们道歉，不然我把你从这里扔出去。小凤，你干什么？你要杀人啊！滚！以后再敢来这里撒野，欺负这群孩子，别怪我不认人。你们看他脚上那双鞋都磨破边了还不换，听说他爸是个收破烂穷教书的，最近还在郊区收留了一堆小乞丐，弄了个什么垃圾之家，真是穷酸聚一窝。我爸是穷，他赚的是不多，但他教出来的儿子上周市运会5000米，甩了你们市里拿钱砸出来的体训队整整2圈半。安静！这次全市统考成绩出来了，大家要向赵志毅同学学习。他不仅体育成绩是省特招第1名，他的文化课总分也是咱们班的第1名。还有，那地方不叫垃圾之家，叫梦想之家。那是我爸用汗水和善良撑起来的家，我不许任何人侮辱他。小凤啊，大舅妈和你二姨来看你了。大舅妈、二姨，有事吗？哎呦，这地方真大，吴老板对你们真是不错。小凤啊，你表弟初中辍学，天天在村里瞎混，你跟那个吴老板关系好，你去开个口，让你表弟去他工地当个监工，管管账什么的，一个月随便开个2、3千就行。吴叔的店是做正经生意的，表弟连账本都看不懂，我怎么去开这个口？你这话说的，你考上省城大学以后是大人物了，拉扯一下自家亲戚不是应该的吗？血浓于水呀！大舅妈，我7岁那年，我妈刚死，我手里只有半袋子留作种的土豆，您把好土豆全倒走，只留给我几个发霉长芽的烂土豆。我饿得没力气扫院子，您让我滚去柴房睡。那时候您怎么没觉得亲戚之间应该拉扯一把？行，你进了城就不认亲戚了是吧？嫂子，不怕老家的人戳你脊梁骨？随你们怎么戳。这亲戚，从您抢走我土豆那天起，我就已经不认了。慢走，不送。爸，我今天把大舅妈轰走了，话说得很绝，会不会给您惹麻烦，让村里人说您没教好我？不惹麻烦，你心里压了10几年的委屈，今天说出来，一点都不绝。爸，我最恨的不是他们当年把我赶出来，而是他们现在把我当傻子，觉得随便给个笑脸我就得感恩戴德。这些年我不让你恨，是不想你心里装着石头跑步，跑不快。但今天听你怼回去，爸心里痛快。打开看看，你7岁那年跟我走的时候，哭着说顶针被抢了。爸，这顶针……第2天我就回了趟王家沟，用我卖了半个月废纸壳的钱，从你大舅妈手里赎回来的。你外婆和你妈留给你的东西，谁也别想拿走。爸替你收了10年，今天物归原主了。爸，我没有别的亲人，这辈子您就是我唯一的亲爹。乡亲们，今天是个大喜日子，咱们王家沟的赵志毅小峰不仅拿了全省中学生长跑冠军，还以优异的文化课成绩被省城重点大学录取了，双一流。老马，你站起来说2句。我老马这辈子是个穷教书的，没攒下钱，但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教出了这么个好儿子。我今天能走出大山，要谢的人很多，谢李叔当年给我上户口，谢大家伙的接济，但我最要谢的是我爸老马。10年前，我是一个没人要，连饭都吃不饱的孤儿，是他
每天早上把绳子拴在我腰上，硬生生把我拉上了赛道。是他常年穿着开胶的破烂跑鞋，却把新鞋穿在我脚上。是他骗我说他不爱吃肉，把唯一的一块红烧肉夹进我碗里。没有老马的那根绳子，没有他那双磨破的鞋，就没有今天站在省城大学门口的赵志寿。老马，李支书，恭喜恭喜！小峰这孩子潜龙出渊啊，我们全家都为他高兴。小峰，拿着，这是周姨给你准备的大学路费，以后去了省城也要好好跑。老马，我代表市一中来给你们道喜了。小峰不仅是咱们市的体育特长生第1名，他的文化课总分也是全校前10，文土双绝啊！好小子，省体校的教练打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，说你是个百年不遇的好苗子，让你去了大学好好练，将来进国家队。谢谢教练，谢谢老师，我会一直跑下去，直到跑上最大的赛场。小峰哥哥，你跑得最快，你是大英雄。小峰啊，你还记得你刚来这个破屋的时候吗？记得，那天我光着脚，你给我泡脚，还把煎蛋给了我。爸，其实我跑得那么拼命，一开始不是为了什么大梦想，我只是怕跑慢了，你就会不要我。傻小子，那天在集市上，我看你像个小狼崽子一样蹲在那儿，我就在想，这孩子命苦，只要他肯跟我走，我就算捡一辈子破烂，也得把他养大。后来我看你在街上追小偷，跑得像风一样，我就知道老天爷把一件无价之宝交到了我手里，是你给了我盼头。我每天在前面骑着破自行车追你，一想到你能跑出这大山，我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。爸，省城的大学不是终点，我会拼命拿奖金，我要把梦想之家盖成真正的大楼，我要让那些跟在我们身后的弟弟妹妹们都有鞋穿，都有饭吃。爸，您辛苦了大半辈子，以后换儿子拉着您往前跑。小峰，这是周姨给你准备的冬被，还有几套新运动服，市里买的，透气好。谢谢周姨、吴叔，你们的恩情我记一辈子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大学里好好练。你爸和梦想之家那帮皮猴子，有我照应。省城的赛道比县里长，高手也多，记住不许偷懒，每天早上5点必须起来给我出早操。是，老爸。在食堂吃饱点，别舍不得花钱。肌肉掉秤了，我拿树枝抽你。爸，您也是，少捡点纸壳，别总吃青菜。等我拿了大学的比赛奖金，全寄回去给您和弟弟妹妹们买肉吃。这宿舍也太挤了吧，连个放球鞋的柜子都没有。哥们儿，你好，我叫王乐乐，本地人。你好，赵志毅，朋友都叫我小峰。你们好，我叫李涵。那个谁是下铺？我有点恐高，晚上睡觉不老实，怕摔下来，能换一下吗？我睡下铺，没事儿，我给你换。我以前翻墙爬树习惯了，摔不着。哥们儿，太仗义了，以后你就是我亲哥。艾博文。
高冷学霸范儿啊！兄弟们，大学4年有什么终极目标？我先说，我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俗气，我想进校学生会，多交点朋友。老艾，你呢？保研，进国家重点实验室。小峰，你可是咱们系唯一一个靠高水平运动员特招进来的大佬。你呢？我想拿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，拿所有能拿的奖金，寄回家。寄回家？你爸妈管你那么严啊？我没妈，爸失踪了，我是个孤儿，后来被我现在的养父带回家。他是个每个月只有200块工资的体育老师，但他不仅把我拉扯大，还租了个废旧仓库，收留了10几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孩。我想赚钱，给他买双新跑鞋，给弟弟妹妹们买肉吃。靠自己的双腿跑出来，还能撑起一个家，兄弟，你很酷。哎呀，这食堂阿姨今天手抖了吧？给我打这么多，我这刚吃过零食，根本塞不下。峰哥，你是练体育的，消耗大，帮兄弟个忙，别让我浪费粮食啊。谢了，兄弟，下次体能测试哥罩你。好小子，比你上个月的成绩又快了10秒。照这个速度呀，下个月的全国大学运动会，你绝对有希望冲金牌。教练，我会拿冠军的。赵之毅，你不仅腿跑得快，脑子也转得快呀。这是你的国家级运动健将特招奖学金，加上你这学期专业课全系第1的国家励志奖学金，一共12000块。学校已经把钱打到你卡里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教练。学校了解过你的家庭情况，你父亲在老家建了个梦想之家，是个伟大的父亲。这笔钱是你一脚一脚跑出来的，是你应得的。老师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停下，我要跑上全运会，跑上亚运会，我要让我爸成为全中国最骄傲的教练。吴叔，我是小峰，麻烦您把电话拿给我爸，他在仓库吗？小峰，怎么这个时候打电话？是不是钱不够花了？没钱，老爸给你汇。爸，我没缺钱，我得奖了，国家励志奖学金，还有运动健将特招奖，一共12000块。爸，我拿到钱了，12000块。好小子，我的好儿子呀！老天爷呀！爸，我已经把1万块钱汇到您的卡上了，不许存起来。给仓库买几台电暖器，给弟弟妹妹们每天加2个肉包子，还有把您那双破鞋给我扔了，买双最贵的牌子货。哼，不买，我回去了跟您急。臭小子，长本事了，敢命令老子了！好，爸听你的，爸全听你的。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咱儿子的赌债整整5万块呀！催债的放了狠话，再不还就要打断他的一条腿。我说啥？都是你惯的。小时候他抢小峰的口粮你不管，前几年去城里踢翻人家孤儿的水盆你还护着，现在我上哪儿去弄这5万块？你妹妹爱辉上个月借了3000，到现在也没还，咱们这亲戚算是借遍了。对了，小峰，
村里人都传遍了，他上个月拿了双重奖学金，整整12000块。你疯了？你还有脸找他要钱？我怎么没脸？他身上流着王家的血，他现在是大城市的重点大学生了，拿出1万多块钱，哼，就亲表弟怎么了？当年是你为了半袋好土豆，把他赶去睡冰冷的柴房，他现在就是把钱扔水里也不会给你。我现在就去省城找，我给他跪下磕头，行不行？这钱要是拿不到，你儿子就没命了。小峰啊，你救救你表弟吧，他欠了5万赌债，人家要打断他的腿啊！大舅妈，起来，别在这耍无赖。你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舅妈求你了，你那12000块奖学金先借给我，舅妈当牛做马还你。那12000块我已经全打给我爸了，他拿着钱给梦想之家的弟弟妹妹们装了暖气，买了肉，我身上1分多余的钱都没有。赵志毅，你现在上名牌大学，前途无量，你连外面捡来的小叫华子都管。你亲表弟快死了，你见死不救，你有没有良心？大舅妈，表弟为什么会欠赌债？是你从小惯的。他7岁，抢我仅剩的土豆，你说他长身体；他15岁，跑去城里大闹仓库，你说我没良心。现在他赌输了，你来找我填坑。小峰，话不能这么说，打断骨头连着筋，到底还是亲戚。二姨，那年我在供销社门口光着脚冻得发走，你当街吆喝谁要谁领走，不用给钱的时候，你拿我当过亲戚吗？我不会出1分钱帮他填赌债的窟窿，但我无数的工地最近缺搬运工，如果他想活命，自己去市里扛水泥，1个月800包吃住，他自己造的孽，用自己的汗水去还。赵志毅，你够狠，让你表弟去扛水泥，你现在是大学生了，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，你不怕遭报应？不是我看不起你们，是你们从来没看得起我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让我接着给你跪下磕头？我不要你磕头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：7岁那年大雪天，你抢走了我的土豆和顶针，把我锁在漏风的柴房里。如果那晚我没熬下去，活活冻死在柴房里了，你今天会跪在谁的坟前哭？大舅妈，我不怕报应，最苦最黑的夜我都熬过来了，这辈子我什么都不怕。峰哥，刚在校门口那一出我都看见了，那是你大舅妈吧？要是我遇到这种亲戚，我绝对恨死他们了。你不恨吗？以前恨过，每次饿得睡不着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凭什么？那现在呢？现在不想恨了。我爸教过我，恨就像赛道上的沙袋，背着它跑不快。我现在有这世上最好的老爸，有梦想之家的一群弟弟妹妹，还有你们这帮兄弟，我过得很好，没空去恨。峰哥，你是真爷们儿，不仅腿跑得快，心胸也大。走，食堂今天有红烧肉，兄弟我请客，庆祝峰哥手撕极品亲戚。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催债的说要把我拉去抵命啊！你表哥心狠啊，他1分钱都不肯出，你是要妈的命啊！你表哥说了，他不给钱，但他给你指了条活路。市里吴老板的工地扛水泥、搬建材、包吃住，1个月800，干不干？扛水泥？那怎么行？我儿子从小没吃过这种苦，会累死人的。不干就等着被砍死！赵志毅7岁就能为了活命跟着老马天天跑10公里，你18岁了还只会躲在娘怀里哭。我去，爸妈，我去，我自己惹的祸我自己扛，我流汗流血，也把这5万块钱还上。嘿嘿，爸，我回来了。好小子，放假了。在省城训练苦吧？
看这肌肉练的像块铁一样。爸，拿奖金给您买的，最软的底子，以后您陪跑不费脚。爸，我跟您说个事儿。大舅妈去省城找我了，表弟欠了5万赌债，我1分钱没给，但我让吴叔在工地给他安排了扛水泥的活。你做的对，钱能填平赌债，但填不满人心的窟窿。你能帮到这个份上，没丢老赵家的脸，也没丢我老马的脸。爸，这大骨汤真香，给我盛3大碗。妈，这是这个月扛水泥挣的800块。老板说我干得下死力气，下个月让我跟着押车，能多拿200，赌债还剩4万，我干个3、4年能还清。你瘦了也黑了，那水泥多重啊？那是人干的活吗？怎么不是人干的活？他表哥当年腰上拴着绳子，风里雨里跑10公里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嫌苦？这是他表哥给他找的活路。你当年为了半袋土豆把人家撵出去，现在你儿子靠人家的面子吃饭。爸，我知道丢人。我在店里干了半年，吴老板从来不提表哥的事儿，但越不提，我这心里越像刀扎一样。有天晚上下大雨，我卸完一车水泥，累得趴在泥地上起不来。我当时就想，表哥7岁的时候在咱们家柴房里挨饿受冻，他当时有多绝望啊！我真不是个东西。那次去大学门口，他不肯借钱，我还咒他遭报应。现在看你这样，我才明白，他那是救了你的命啊！要不是他心狠逼你去扛水泥，你这辈子就烂在赌财上了。是我这个当妈的差点害死你呀！李书记，我这些天整宿睡不着，一闭眼就是个噩梦。我梦见那年大雪天，小峰7岁，我抢走了他的土豆，把他赶到漏风的柴房里，小手死死攥他外婆留下的那个铜顶针。我也梦见在供销社门口，我像卖牲口一样吆喝他。你们跟我说这些干啥？又想打什么歪主意？李书记，我们没脸去见他，你帮我们给小峰传个话行不行？就说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真的不图他什么了，就想让他知道我们干的那不是人干的事儿，我们遭报应了，我们心里日日夜夜都在受煎熬啊。小峰前2天给村里寄了一批体育器材，里面夹了一封信，是给你们的。大舅、大舅妈，吴叔说表弟在店里干得很好，肩膀上磨出了茧子，像个男人了。老爸教过我，一直回头看的人跑不到终点。表弟既然能站起来，就一笔勾销了。赵志毅，7岁啊，他妈刚死，他跪在灵堂前，吓得浑身发抖。那半袋子土豆是他留作种的，是他的活命粮，你硬生生盗走了大半，那是从孩子嘴里抠肉啊！别说了，老马拉着他跑步，他连双像样的鞋都没有，光着脚在石子路上跑。咱们是他的亲舅舅、亲舅妈呀，咱们当时连个外人都不如。我真不是，我怎么那么狠啊？行了，孩子行凶比天大，他不喝了。以后咱们清清白白做人，别再给这孩子丢脸了。下面有请本届优秀毕业生、全国大学生田径锦标赛冠军赵志毅同学发言。我叫赵志毅，小名小峰。15年前我7岁，母亲去世，父亲失联，我守着半袋发芽的土豆，在寒冬的柴房里饿得奄奄一息。后来我像一件没人要的行李，被亲戚拉到街上当街吆喝，谁要谁领走。那天，一个体育老师拨开人群，走到我面前，他的鞋底脱了胶，衣服洗得发白。小子，我家也不富裕，但只要有我一口吃的，就饿不着你。那个年代，他1个月工资只有200块。为了让我跑出大山，他每天早上5点把一根粗棉绳拴在我的腰上，硬生生拉着我往前跑。为了给我买一双新帆布鞋，他去夜市洗碗，去街头捡废纸壳。他自己的那双破运动鞋缝了又缝，补了又补。我长身体的时候，他买回一块肉做成红烧肉，全拨进我的碗里，骗得说老爸老了吃肉不消化。我最讨厌吃肉，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，但他用一根绳子给了我一条冲出苦难的赛道，他用一双破鞋给了我飞向世界的翅膀，他用1个月200块钱的工资撑起了一个收留无数孤儿的梦想之家。爸，我说过，以后换儿子拉着您往前跑，这块奖牌、这本证书都是您的。
后来我考了全县第1，拿了全市长跑冠军，考上了这所重点大学，站上了全国大学生运动会的最高领奖台。所有人都说我是个练体育的天才，说我是飞毛腿，是打破纪录的黑马。但只有我知道，我脖子上的每一块金牌，我跑出的每一秒成绩，都是我爸用他那双磨破脱胶的鞋一脚一脚踩出来的。爸，我只是你半路捡来的孤儿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严，又对我这么好？他说，你7岁那年，饿得站都站不稳，却能死死咬着牙跟我跑完10公里。从那天起，我就知道，老天爷把这世上最硬气的好儿子交到了我手里。爸，你总说你只是个赚200块钱、没本事的穷体育老师，但在我心里，你是我这辈子遇到过的最伟大的英雄。爸，我毕业了。好儿子，爸知道，爸知道。今天小峰大学毕业，还拿了全国冠军，我心里头高兴。我吴大路做生意这么多年，最得意的事儿就是把这个厂房租给了老马。老马，你那句“人穷志不同，不拿旧人换钱”，我记了一辈子。我就一个穷教书的，啥场面话都不会。但是今天大家都在这儿，我想说2句。我老马这辈子打了一辈子光棍，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。别人都说我这辈子白活了，图个啥？可自从我有了小峰，有了这群皮猴子，我就觉得自己是天底下命最好的人。是他们让我这个穷老头子知道了什么叫家。人活着，不是看你存折上有几个零，而是看你100年之后有没有人真心念着你的好。我老马这辈子有了这群好儿子好女儿，我就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。谢谢吴叔周姨的厂房，谢谢李书记的护犊子，谢谢我这帮好兄弟大学4年的照顾，更谢谢我爸，没有您就没有我们这群人的今天。让我们为梦想之家敬一杯干！